2026年的国漫圈已经杀疯了，就上半年的架势来看，简直就是诸神混战。接下来，豆豆就按照云和数据，上半年全网动漫累计有效播放量，带大家盘点一下今年的国漫前20，一起来看看榜单中有没有你心水的国漫吧。第20名，紫川第二季。紫川第二季已经在前段时间完结了，虽然很多原著粉觉得这一季节奏有点快，不少细节没有交代清楚，但第二季的热度一直不错，杀进了上半年的年度榜单。第19名，炼气10万年。炼气10万年主要就是讲述主角徐阳扮猪吃老虎和无限打脸对手的反套路修仙故事。虽然建模和特效有些粗糙，但炼气10万年的播放量一直都表现得不错，很多人都将其当作解压爽剧、下饭神作。第18名，大主宰。大主宰作为土豆3部曲中的关键一环，新年番中引入了不少隔壁大热的 IP 角色联动，整个剧情围绕主角牧尘的成长展开，制作上各种特效也都很在线，土豆更是亲自监制，保证了剧情的走向更贴近原著，长期登顶爱奇艺动漫热播榜首。第17名，择天记。爱奇艺重制版的择天记绝对算得上2026年的一匹黑马。这一季围绕陈长生逆天改命的主线展开，虽然在收官前几集，陈长生和徐有容在周原的剧情有点太甜了点，但整一季的剧情脉络十分清晰，制作上也十分精美，称得上上佳。第16名，光阴之外。如果说择天记是爱奇艺2026年的黑马，那光阴之外就是优酷今年最大的黑马。光阴之外第一季一结束，第二季立马无缝接档，并由季番升级为52集，不断更年番。作为废土修仙的新模范，光阴之外不论是剧情还是特效都非常顶，若不是受平台限制，以光阴之外的水平，上半年的有效播放量绝对不止2.4亿。第15名，师兄啊师兄。师兄以主角李长寿为核心，重构封神宇宙，一直以来都稳居优酷国漫榜首。师兄上半年斩获了2.9亿的正片有效播放量，前段时间更是凭借哪吒一段拉弓镜头火爆全网。就这国风建模和流畅的打斗，其他制作方想要追上用心的玄机，还有漫漫长路要走。第14名，剑来。剑来第一季虽然是2024完结的作品，但凭借着第二季热播的带动，依旧在2026上半年斩获了2.9亿的正片有效播放量，不仅杀进榜单，名次也很不错。剑来第一季围绕离珠洞天展开，制作水准极其亮眼，当初开播时最出圈的也是它顶级的水墨国风特效。第13名，牧神记。牧神记作为 B 站唯一不断更的年番，口碑和播放一直都很稳定。它跳出了传统玄幻一路开挂的套路，其中文戏传递出来的思想深度和理想主义光芒，超越了单纯的视觉爽感。虽然根据原著来看，目前进度还在前期，但从目前已经播出的剧情来看，宅柱实在牛逼。第12名，斗罗大陆。作为国漫目前无人能够撼动的一哥，斗罗大陆在完结多年后还能杀进这个榜单，实在是意料之中。斗罗的 IP 底盘很稳固，目前全系列全网总播放量已经快要到惊人的600亿。今年上半年，斗罗大陆也斩获了3.9亿的正片有效播放，算是国漫史上长尾效应的 No.1。第11名，苍原图。苍原图第二季是优酷首部热度破9000、追更破500万的国漫，上半年斩获了4.4亿的播放，但目前第二季整体高开低走，口碑和播放热度明显断层。制作上，苍原图不管是特效还是打斗都十分在线，但进入暑期后，整体口碑迅速下滑。目前的核心争议在于强行虐心以及剧情逻辑有 bug， 希望制作方好好打磨一下剧本，顺便最近几集的特效也要用心一点。第10名，神印王座。在长达4年的更新后，神印王座终于在上半年正式完结，并且斩获了5.1亿的正片有效播放。神印王座虽然一直被吐槽是恋爱王座，但自开播以来，它的数据就十分稳定，长期登上各大国漫榜单，口碑上可以说是两极分化严重。第9名，一人之下第6季。就冲一人之下是榜单前10中唯一不是3D 的国漫，就能看出这一季的含金量。一人之下第6季聚焦假身之乱和宝儿姐的身世，张楚岚一行人深入24节通天谷探险，在这里他看到了吴根生留下的一张照片。这一季由米二亲自参与剧本，剧情十分还原漫画，可惜制作水准真的挺不用心的，有点糟蹋了这么好的剧本，否则总播放量不会只有5.2亿。但总体来说，这一季还是很值得一看的。第8名，凡人修仙传。
凡人在上半年的榜单中稍微有点吃亏。木兰之战是6月13号才开播，凡人复播当天，单集同时在线人数再度刷新 B 站国创历史记录。上半年，凡人总共斩获了 5.7 亿的有效播放量。凡人停更的时间都在打磨木兰之战，但正式播出后，口碑却有些两极分化。场景细节和质感这一点上没得说，大部分观众抨击的是魔改剧情以及给男女主恋爱加戏。我觉得这些其实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凡人不能一天一更。第7名，遮天。遮天上半年凭借剧场版《悲观战王腾》实现了热度和口碑双重爆发，被赞文戏打戏双双在线。剧场版上线4天，全网关联话题播放量超 2.7 亿，斩获全网38个热点。遮天上半年有效播放也高达 6.3 亿，不得不说老牌 IP 就是稳。第6名，《斗罗大陆2：绝世唐门》。绝世唐门的基本盘一直都蛮稳的，但口碑争议不断，可以说是高流量低口碑。作为国漫一哥的续作，绝世唐门上半年斩获了高达 7.6 亿的有效播放。它的争议集中在剧情魔改、人物行为逻辑混乱，口碑下滑到唐三出场也有点救不回来。第5名，吞噬星空。凭借着剧场版《决战原始星》的爆发，吞噬星空国漫科幻赛道天花板的地位完全不可撼动。《决战原始星》开播首日播放量破5000万，登顶5亿档的国漫榜首。凭借着各种热度以及 IP 的基本盘，吞噬星空上半年也斩获了 7.9 亿的有效播放，位居本榜单第5。第4名，完美世界。根据行业数据，完美世界全网累计播放量已经超过了252亿，位居国漫历史总播放量第2名。上半年，完美世界年番模式持续更新，斩获了 9.5 亿的有效播放。第6季的特效制作一如既往的精良出众，但叙事碎片化的问题引发观众集体吐槽，剧情散乱，镜头切换跳跃，被很多网友痛批只对特效不讲故事。原著中很多名场面也被压缩或删改，导致完美世界的口碑一路下滑。第3名，剑来第2季。剑来第2季讲述陈平安护送宝瓶等人前往大隋求学，崔东山等关键人物也逐一登场，剧情从小镇拓展到了更广阔的天下棋局。开播前，剑来第2季预约量高达891万，创下国漫纪录，甚至带动早已完结的第1季再次热播。可惜的是，第2季有点高开低走，很多观众的记忆点都停留在善良的阿良上。不过即便如此，剑来也在上半年斩获了高达 10.9 亿的有效播放，高居榜单第3。第2名，斗破苍穹年番。斗破在更新到了207集时，于上个月开始停更。目前的消息是预计9月6号复播，首播更新2集。斗破停更的点也很妙，正好是耀族大典比完，即将进入耀族覆灭的高潮点，而原定的总集数也从209集增加到了219集，其中包括耀族覆灭、天幕历练以及萧炎突破6星斗圣等名场面。虽然上半年的斗破依旧延续了高热度低口碑的特征，但却斩获了高达 11.9 亿的有效播放，位居榜单第2。希望停更近2个月后复播的斗破能跟上热度，让观众们惊艳一把。第1名，仙逆。根据云和数据统计，仙逆上半年有效播放高达 18.9 亿，比第2名的斗破多了2个半木神季，可以说是断层登顶全网第1，妥妥的霸屏王。仙逆上半年的剧情围绕亡灵问鼎展开，从2次化凡的情感升华到突破意境的沉淀都平稳推进，但中间一段剧情被剥离，作为剧场版播出，导致正片出现明显的剧情断层，这一点让很多观众都十分不满。好在仙逆之前积攒的口碑和热度扛打，但也希望制作组要多用心，不然下半年的断层第1就不知道会花落谁家了。以上整个榜单的排名根据云和数据整合，从上半年的整个榜单来看，长篇玄幻国漫依旧是目前市场上绝对的主流，老牌 IP 十分扛打，但从这2年的市场也能看出来，观众越来越看重剧情逻辑和制作水准，希望未来国漫市场能有更多的不同题材的优质作品出现。好啦，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拜拜。